今場嘅英國站賽前睇個天氣就會知道呢個比賽將會充滿不確定性。賽前大雨連連，睇嘅天氣報告亦都會見到比賽中段亦都會有一場大雨，而去到最終麥倫拎到 1-2 之外，更加爆冷由沙巴車隊 Hulkenberg 贏得第3。除咗中斷 Hamilton 連續11年喺英國站上頒獎台嘅紀錄之外，佢自己更加打破 F1 最尷尬紀錄，經過15年嘅努力，喺293場 F1 比賽之後，最終登上頒獎台。今集我哋就會從天氣同策略、賽車同車手表現，分析佢點樣有齊天時地利人和，打破呢個尷尬紀錄。我都會揾一啲額外嘅資訊，再加上自己嘅分析，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個 channel 主要係分享 F1 嘅資訊，會同你逐格睇翻，分析成個 F1 週末嘅各個重要時刻，利用車手、車隊嘅訪問內容，去同咁多位一齊解構呢個體育運動。如果你想睇多啲 F1 嘅策略同埋技術，知道一場比賽入邊直播鏡頭冇交代嘅事，咁就要 subscribe 我哋呢個 channel， 再撳個鐘仔搶先看 ，like 條片 ，share 俾睇 F1 嘅朋友，仲有就係 comment， 你哋嘅支持係我製作影片嘅動力。事不宜遲，咁就 let's go。首先講下呢項 F1 尷尬紀錄 ，Hulkenberg 嘅 F1 生涯由2010年開始，佢10年隨威廉士出道 F1，2011年轉投印度力量，期間效力多支中游車隊，包括沙巴、印度力量，而家改名做 Alpine 嘅 Renault。2020年至2022年曾經冇得撈，成為 Racing Point 同之後 Aston Martin 嘅後備車手。喺疫情肆虐之時，更加幾次替工出戰幾場 F1 賽事，當中都不乏佳作。去到2023年轉投 Haas 同 Magnussen 組成塞邁波拍檔，再到今年回歸明年成為 Audi 嘅沙巴車隊。雖然發展講唔上一帆風順，但都見到呢位車手實力係有翻咁上下，所以佢都有多次打破呢個紀錄嘅機會。可惜最終都同頒獎台失諸交臂，包括2012年嘅巴西站，因為同餡爺發生碰撞被罰 drive through，第5名完成比賽。2017年嘅新加坡站，佢揸起部 Renault 排位拎到第7，因為 Vettel、Raikkonen 同 Verstappen 手圈相撞，加埋阿朗素受到牽連。佢手圈完結嘅時候已經上到第3，之後可惜因為出安全車時候策略判斷失誤，令到佢跌落第5。諗住之後攻翻上去，上到第4之後呢，又發現引擎漏油，最終 DNF。喺呢場比賽之後，佢更加以129場正式超越 Adrian Sutil，成為史上最多場冇頒獎台嘅車手。再就喺2020年，佢替工出戰英國銀石嘅70週年大獎賽，揸住部 Aston Martin 嘅佢排到第4起步，比賽大部分時候都保持第4、第5，可惜因為輪胎損耗過大，喺比賽尾段入多次 pit， 最終拎到第7名。而更加神奇嘅係，佢今場排位賽只係排第19，仲要係因為紅旗嘅時候冇減速，被罰11位嘅 Behrman 後邊起步。睇翻佢隊友 Bortoleto 都只係喺17名起步。今場嘅沙巴車隊速度本身就冇人寄望，啱啱都提過啦。喺 F1 比賽開始之前，銀石賽道一直都落住大大小小嘅雨。去到比賽開始嗰陣，賽道雖然多雲，但隱約都見到太陽。我哋可以從熱身圈度睇到，賽道大部分閘彎睇落乾咗唔少，但係 Chapel 同埋成個第3路段都好濕，尤其是尾彎 Cup 啊，啲積水咧係睇得出嘅。但係咧就有5位車手諗住搏一搏，熱身圈就入閘換光頭胎。照規嘅咧，佢哋就喺 pit lane 度起步，加埋因為換 PU 嘅 Colapinto， 即係變相留到後邊。咁咧其實佢想搏一搏，呢個賽道咁闊嚟計咧，爬頭就唔算難。如果用光頭胎真係有時間優勢嘅話，其他車手都會喺下一個圈入嚟，但係換咗胎嘅車手就可以透過第一個圈賺翻嚟嘅時間上翻比賽前地嘅位置。不過理想歸理想啦，現實咧係殘酷嘅。第一個圈 Ocon 同 Lawson 相撞退賽，引發虛擬安全車，所以就算5位勇士有優勢，都唔會展現到出嚟。何況第4圈 VFC 完結之後，換咗光頭胎嘅勇士都唔見得有優勢。以侯根堡同其中鹿仔同羅素比較，第4至5圈平均快鹿仔 6.657 秒，快羅素 4.353 秒。呢個賽道有多個高速彎，尾段有幾個重煞車慢彎。如果因為胎溫未到，加埋有水，其實就好危險，根本就食唔到咩甜頭。加上成日黃旗 VFC 安全車，不論半水胎同光頭胎都係咁炒車，所以有優勢都好難發揮到出嚟。而啱啱熱身圈嘅5位勇士呢，全部都喺 Hulkenberg 前面嘅，所以就變相賺到5個位。但係車隊由第3圈開始就一直叫侯根堡換胎做勇士。Nico，我哋會入站換黃胎。認真咩？我唔肯定，我唔會咁做呢。我會留喺出面，同埋呢個速度維持唔到溫度。到第4圈又嚟。喺策略方面，我哋仲想入站換胎。頂，我去到入口你先咁講，我唔知啊。我仲係覺得第3路段仲好難搞，我覺得太早。跟住因為隊友 Bortoleto 失控撞車，佢本身諗住捱翻去 pit lane，但因為賽車受損嚴重，架車最終爬唔翻去安全位置，所以第6圈都引發多一次 VFC， 到7圈尾度完結。
跟住都睇到綠色胎氣較為乾咗嘅賽道度用，開始有損耗，圈速開始輸俾光頭胎嘅綠仔同埋羅素，但同韋少比咧就差唔多。然後 Hülkenberg 嘅神策略就出現啦，佢因為覺得條胎就嚟玩完，所以就喺 Stowe 同工程師講話我知你想做乜，係咪入嚟？留翻喺出邊。咪玩啊，大佬，條低晒㗎啦 ，box 我入梗嚟 pit。佢率先喺9圈尾入站換胎，10圈出翻嚟之後跌落第15位。喺比賽開始之前都有講話13圈左右會落大雨，但係咧最後係早咗出現㗎。而侯根堡呢下自把自為，竟然帶嚟奇效。預計到賽道開始準備落大雨，避開 pit lane 嘅繁忙時間，喺其他車手都入完站之後，佢13圈就上到第5，之後都見到佢開始有潛力上到頒獎台。14圈因為太大雨引發安全車，亦都再將各車手距離收窄。18圈開始正常比賽，但係賽道都仍然好多積水。我哋睇電視啊，都好多時睇唔到賽道入邊有咩車。意外果然咧，冇耐就發生啦。Harger 喺級撞到 Kimi Antonelli， 睇翻電視鏡頭就乜都睇唔到。撞車之後 Harger 自己都係咁講啊。我睇佢唔到，我意思係佢突然間彈出嚟，大佬，哇，救命啊！跟住安全車重開之後，21圈韋少喺 Stowe 嘅出彎度 spin 咗，由 P2 跌落 P9， 咁 Hülkenberg 又上到一個位，上到 P4， 跟住侯根堡面對前面嘅 Stroll， 由安全車完結之後就一路跟住，去到35圈就喺 Handler Straight 入 Stowe 之前過頭，上到 P3。留意翻嗰陣係冇 DRS 㗎，直到呢度為止 Hülkenberg 站嘅位置都因為人哋換胎或者失誤，或者過蘇頭都只係挑戰中游車隊，但係之後竟然抵擋到鹹美隊嘅攻擊。鹹爺由23圈就一路急起直追，30圈過 Gasly 上到第5，跟住一路追近 Stroll 同埋 Hülkenberg。32圈快侯根堡 0.917， 33圈快 1.315， 去到34圈追緊呢兩位車手，35圈喺 Village 排蘇頭。我當時覺得比賽咗咁多圈，鹹爺要過埋侯根堡咧應該唔難，因為我以為沙巴最多啲速度咪同史道爾差唔多，爬咗頭都唔會快得幾多。如果鹹爺保持到圈速優勢，上到第3只會係時間問題。但係有20幾秒 clean air 嘅 Hülkenberg 仲有貨喺手喎，過咗蘇嘅35圈到換胎嘅41圈，由本身嘅1分43秒幾跌到1分41秒左右。開頭鹹爺咧都追到埋去嘅，36圈快 0.165， 37圈快 0.502。正當諗住38圈進入射程範圍，鹹爺都開埋 DRS 啊！點知38圈鹹爺喺級度慢咗，39圈開始嘅時候已經拉開翻1秒之外，39圈同40圈分別慢 0.735 同 0.601， 差距拉開到成2秒幾。跟住鹹爺就諗住透過策略爬頭，先喺41圈入站換紅胎，個站咧都有少少慢，靜止時間 3.1秒，入站之前差距係 2.4秒。鹹爺一出 pit，因為條胎唔夠溫度，加上碌咗唔少濕地，令到佢喺 Village 度走咗出街，條胎就濕上加濕。如果我哋同翻侯根堡入站嘅42圈直接比較，雖然沙巴換胎都慢咗成 4.6 秒，但你會見到計埋呢樣，鹹爺慢成 8.513 秒，所以侯根堡出到嚟就喺鹹美頓 8.4 秒之前。所以就算之後鹹爺平均每圈快 0.309 秒都好，最多只能夠將差距收窄到5秒，最終侯根堡 P3， 鹹爺 P4。中斷鹹爺連續11年英國站上到頒獎台嘅紀錄，同時侯根堡呢個尷尬紀錄亦都得以打破。比賽之後，侯根堡就咁講：實在太神奇，太超現實啦！琴日仲跌到谷底，今日就大起大落，由尾位起步一路衝上嚟，心情真係坐過山車咁。Silverstone， 多謝你嘅天氣，多謝英國呢場雨，係咪叫液體陽光啊？正因為有雨，先造就到今日呢個成績。我哋今日真係好有節奏，每一個決定都喺最啱嘅時機做出，保持乾淨，零失誤，可以話就係我達成呢個結果嘅縮影。記者再問佢沉澱到未？講真，而家仲未完全沉澱到，一半半啦，要吸收嘅實在太多，過程好緊張，特別係最後嗰段 Lewis 一過咗 Lance， 你就知道佢幾想攞翻個位，所以我要同佢保持距離，決定留多個圈唔入站係好關鍵，俾咗我哋一個好大嘅緩衝，結果證明正靠住呢個緩衝，我哋先可以頂到尾，守住呢個成績。車隊領隊 Jonathan Whitley 都咁講。我諗呢個應該係 F1 史上等得最耐嘅頒獎台，亦都係最令人開心、最勵志嘅故事。今日佢哋真係上演咗一場大師級演出，表現非凡，車隊所有決定都做得啱晒，感覺我哋而家終於行緊正確方向。當然今日 pit stop 嗰陣都有少少緊張，但係總算好好完成，真係太滿意。賽後亦都有一啲暖心故事。啱啱都提到啦，沙巴車隊排位成績唔好，加上長年墊底，所以車隊入邊冇準備到香檳，呢個咧就好正常嘅。
但係咧，平治將佢哋今站冇用嘅香檳轉送俾沙巴，俾佢哋慶祝。仲有就係侯根寶抱住個女跳住舞開心慶祝嘅畫面，都係令人非常之感動。同埋我哋都可以睇下今站各個車手嘅比賽速度，因為呢個計法慢過比賽最快圈110% 以上嘅圈都會唔計嘅，咁所以主要要集中係比賽尾段嘅圈。你見到 Hülkenberg 明顯係慢過法拉利嘅，不過除咗最尾排第9嘅阿朗素之外，都算係 Best of the West。睇翻無線電嘅對話，赤留早喺比賽之後，侯根寶一直拒絕車隊入站嘅要求，喺大雨前嘅入站都係因為車手主動要求。明明車隊都知道就嚟會落大雨，但係就睇唔到咁樣做嘅好處。希望車隊會透過今次嘅案例，令到佢哋往後策略繼續進步。可以睇到，自從 Jonathan Ridley 過咗嚟沙巴車隊之後，喺策略同埋體育方面都有啲進步。同時大家都睇到紅牛喺體育方面係一啲缺失，喺今年都犯咗一啲決策上嘅錯誤。例如今年嘅沙特站，當時韋少起步喺 T1 走出賽道，因為韋少喺外線進攻唔夠前拎唔到頭位，但係話自己冇位走，又冇收油讓，又走出賽道，而車隊又撐錯韋少，冇即時叫佢讓車，最終被罰5秒跌咗個半溫。究竟Binotto可唔可以成功重建車隊，令到 Audi 彼此都變得鋸啲呢？我哋咧可以再睇落去。到最後講下呢個紀錄有咩咁特別啦？你可能會諗，大把車隊都有啲未上過頒獎台嘅車手啦。首先一個真係唔得嘅車手，好可能幾季就要俾人淘汰。就算你有錢極，你都只能夠買到個機會入到 F1 俾個位你試下。加上史道已經上過4次頒獎台，如果 keep 住都係表現唔得，就會好似 Latifi、Mazepin 咁樣，車隊一有機會就將你掃地出門。雖然一啲唔係爭大隊嘅車手，贏車或者上頒獎台嘅機會都比較渺茫，但都總會有機會。好似 Gasly 就喺2020年喺意大利 Monza 贏車，佢嘅好朋友 Ocon 就喺2021年嘅匈牙利站贏得冠軍。而 Hülkenberg 整個職業生涯雖然都有高有低，但係15年嚟都一定係 F1 嘅中流砥柱，係一個非常之有實力嘅車手，亦都差啲幾次打破紀錄，但係去到今個星期日先打破。今次呢個結果真係令到好多車迷甚至 F1 官方都非常興奮，但係 F1 官方嘅 IG 啊，提侯根寶分鐘多過贏車嘅 Lawrence。今次咧係我嘅新嘗試，希望咧可以令到大家快啲睇到片。我出片亦都會密啲，迎合演算法。同埋咧，大家唔使擔心，我係會就住比賽其他事件作為單元，同大家分析其他車隊嘅形勢，包括韋少同麥拿倫嘅排位賽，同埋比賽初段嘅大戰，再分析下鹿仔同埋平治嘅豪賭。到最後再次呼籲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哋呢個 channel，like 呢條片，撳我鐘仔搶先看，分享俾你身邊睇 F1 嘅朋友。再就係 comment 少少嘅支持，多多嘅鼓勵。咁啊，之後再見，拜拜。